天文學正處於危機之中。但說真的，這反而讓人興奮到起雞皮疙瘩。我們目前關於宇宙的最佳理論，也許真的可能是錯的，而且是那種從根上錯。聽上去很嚇人，但我們其實正站在一個無比激動人心的十字路口。因為靠着一波又一波令人驚嘆的新技術，我們對宇宙的認識正在用過去很多年都沒見過的速度狂飆。更重要的是，如果運氣夠好，我們可能正踩在下一次宇宙觀革命的門檻上，半隻腳已經邁進去了。那種震撼感，差不多就像人類第一次意識到，地球不是宇宙中心，而是在繞太陽轉，又像第一次明白，夜空裡那些星星，其實都是別的太陽。再像第一次發現，我們的銀河系只是萬億個星系海洋裡的一座小島。那我們為什麼敢這麼說？因為在漫長的天文史上，宇宙第一次開始表現得不對勁，而且不止一點點。糟糕，真的挺糟糕。這是個讓理論派睡不着覺的世界。幾十年來，我們一直手握一套漂亮的像教科書封面的宇宙理論，它像一本厚厚的說明書，解釋了宇宙怎麼起源，由什麼構成，又應該按什麼規律運轉。更妙的是，它和我們過去的觀測結果對得相當驚人，讓我們一度覺得宇宙密碼差不多快被我們破譯完了。可近幾年，隨着望遠鏡越來越強，數據越來越清晰，那些看不見的裂痕開始浮出水面，理論預測和真實觀測之間出現了一些說不清但又甩不掉的怪異不吻合。一開始大家還以為這只是低級錯誤，或者是噪音，等數據多一點，自然就會被淹沒掉。結果新數據一來，劇情反轉，不但沒消失，反而更扎眼了。有些裂縫越裂越大，新的裂縫也冒出來。我們那幅曾經完美無缺的宇宙畫卷，正在变得越來越不完美，越來越不安分。當然，這種事在科學史上並不稀奇。200年前，天文學家就發現，天王星的軌道怎麼也不肯乖乖照着萬有引力定律走。但他們沒有立刻推翻定律，而是腦洞一開，會不會有一顆看不見的黑暗行星在遠處偷偷拉着天王星？不久之後，海王星真的被找到了，而且位置幾乎和數學推算一模一樣。這簡直像宇宙在點頭說你猜對了。但隨後麻煩輪到了水星，水星的軌道也不對勁，於是科學家照舊想，那就再找一顆新行星唄。可這一次他們怎麼找都找不到，答案不再是更多的物質，而是全新的觀念。引力本身需要重写，於是廣義相对論登場，直接把我們理解宇宙的維度拉高了一個檔次。所以問題來了，我們現在經歷的到底是天王星時刻加個新東西就行，還是水星時刻得改寫底層規則？第一次裂縫，宇宙怪物出沒。大約15年前，一些按理說不該存在的宇宙怪物開始被陸續報告，它們像警報燈一樣提示，更深層的東西可能出了岔子。比如，一個跨度超過30億光年的巨大星系湖，像一道橫跨宇宙的彎月。再比如，一個跨越40億光年的巨大類星體群，亮得像把夜空點成了燈海。還有一個直徑達50億光年的星系環，仿佛有人在宇宙裡畫了個巨大的圓。
甚至還有一堵深不可測的星系牆，從一端到另一端長達100億光年，差不多占了整個可觀測宇宙的10%，像一堵橫在我們面前的天際長城。類似的例子真的多到數不過來，而且這還沒完。另一邊，我們也看到了巨大的虛空，廣袤的宇宙沙漠，裡面的星系數量比正常情況少得離譜，像被誰挖空了一樣。根據一些巡天調查，我們甚至可能恰好住在其中一個巨大空洞的深處，這個空洞直徑大約20億光年，想想就頭皮發麻。問題到底出在哪？我們知道宇宙結構是分層長大的，先有星系，再有星系团、超星系团，最後編織成絲狀結構，像宇宙的蜘蛛網。這是一套規模極其龐大的宇宙建築群，而這些巨構之間又被同樣巨大的空隙隔開。但我們的主流宇宙理論認為，這些結構不可能無限長大，總有一個尺度上應該平均化。在超過大約10億光年的尺度上，絲狀物和空洞應該會被抹平，變成一鍋看起來差不多均勻的宇宙濃湯。這可不只是技術細節，而是我們試圖理解宇宙的一根關鍵支柱。因為我們对宇宙的理解建立在一個核心假設上，宇宙學原理。它的意思很直白，只要你把鏡頭拉得足夠遠，宇宙應該整體均勻，各個方向都差不多，到處看起來大同小異。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它意味着我們在本地看到的這點東西能代表整個宇宙，至少在統計意義上算個公平樣本。也就是說，即便我們只是塵埃裡的渺小生物，仍然有機會推測出整個宇宙的規則。可如果宇宙學原理其實不成立，那麻煩就大了。因為如果宇宙並非處處相同，我們就像一隻螞蟻剛好坐在蛋糕上唯一那顆櫻桃上，還想憑這一口去猜整塊蛋糕到底什麼味。我們看到的一切可能只是局部現象，某種宇宙怪癖，根本講不出宇宙的完整故事。第二次裂縫，一個用2種速度運轉的宇宙。下一道裂縫大約出現在10年前，它直接戳到了空間本身的骨架，挑戰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宇宙到底膨脹得有多快？每1秒鐘，宇宙都在膨脹一點點，空間像麵團一樣被慢慢拉開。我們之所以確定這一點，是因為有多種獨立測量方法，而且它們都一致同意宇宙在膨脹，沒跑。問題在於，他們對速度值吵翻了天，怎麼也對不上。這就像你用2台設備測車速，儀表盤說67， GPS 卻說73，按常理總有一個壞了，對吧？可你反復校準，反復檢查，發現2台都工作得很正常，誤差也解釋不了差距。宇宙現在給我們的感覺，就像在玩同樣的把戲。細節當然複雜，但這裡最關鍵的是，隨着測量越來越精密，計算越來越嚴謹，這個分歧反而越拉越大。目前來看，這種不匹配純屬巧合的概率已經低到不到100萬分之一。也就是说，宇宙好像在对同一個問題給出2種互相不兼容的答案。所以一定有什麼更根本的東西出了問題，要麼是我們測量宇宙的方法哪裡有盲點，要麼就是我們對宇宙底層規律的理解需要升級。第3次裂縫，新生宇宙裡出現老成的星系。
最新的驚喜其實只有3年左右的歷史，它直接動搖了我們宇宙時間線的一塊關鍵拼圖。第一批星系到底是怎麼形成，又是在什麼時候長出來的？望遠鏡某種意義上就是時光機，因為遙遠星系的光要走很久才能到達我們這裡，所以我們看到的不是他們現在的樣子，而是他們當年的模樣。2021年，我們發射了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這是人類迄今建造的最強太空望遠鏡之一，堪稱宇宙級的高清攝像機。幾乎就在它開工不久，它就開始發現一些明亮巨大的星系，而且遠到離譜，遠到屬於宇宙極其年輕的嬰兒時期。問題來了，有些跡象顯示，某些結構可能在大爆炸後2.8億年左右就已經相當成型，比多数人預想的早得多，早到讓人懷疑是不是時间表被我們写錯了。按我们的理論，宇宙大爆炸之後，先是一鍋无定型的物質湯，然後經過漫長的層層合併，才逐漸長出第一批星系。小小的暗物質和普通物質團塊在引力作用下先聚起來，形成更大的塊，再合併成更大的塊，如此循環往復。但這個過程按理說很慢，慢得需要耐心。我們原先估計，第一批真正大型的星系大概應該在大爆炸後5億年左右才比較合理，而不是更早。可現在不只是更早就有大型星系這麼簡單，更離譜的是，這些新發現的星系看上去還太成熟了，像是提前長大了。在宇宙早期，物質幾乎清一色是氢和氦，乾淨的像剛燒開的蒸餾水，像碳，但這類重元素只能在恆星後期的煉爐裡造出來，而且通常還得靠恆星爆炸才能把它們撒回星際空間。可其中一些超早期星系裡居然已經有相当多的重元素，這意味着在它們之前可能已經經歷過好幾代恆星的誕生、燃燒、死亡與爆炸，時間緊得讓人懷疑宇宙是不是按了塊進鍵。這感覺就像你在幼兒園裡突然發現一群高年級大孩子，要麼第一批星系的形成速度遠比我們想象的快，要麼我們漏掉了宇宙早期某些重大的改變節奏的事件。從裂縫到危機，這些問題還遠遠不是全部。我們的理論還預測，大爆炸應該產生比我們現在觀測到的鋰含量高3倍的鋰，這就是困擾天文學家幾十年至今沒解開的鋰問題。他也預測，暗物質應該在星系中心堆成陡峭的尖峰，可我們看到的往往是更平緩的分布，像緩坡而不是尖塔。他還告訴我們，暗能量這種推動宇宙加速膨脹的神秘力量，從大爆炸以來應該基本恆定不變。但就在去年，史上規模最大的星系巡天之一扔出了一顆重磅炸彈。星系結構的演化可能一直在變化，而且變化方式和我們原先的設定對不上。如果這是真的，我們對宇宙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整體敘事可能都得重寫。更誇張的是，就連我們以前覺得幾乎沒爭議的東西，比如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解釋，也突然開始變成爭論焦點。有人提出，那些早期星系可能亮得足以污染信號，讓我們以為看見的是宇宙嬰兒期的餘暉，實際上混進了別的光。這些說法都非常大膽，也需要更多證據來支撐。但僅僅是我們居然在討論這些地基要不要重打這件事本身，就已經夠震撼了。那麼，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麼？
現在，學界正在發生一場激烈的拉鋸戰。一些科學家認為，這些裂縫不是真裂縫，只是隨着時間會消失的海市蜃樓，或者它們最終會變成打磨理論的璞玉，讓現有框架更精緻、更堅固。另一些人則更激進，他們懷疑我們需要全新的理念，甚至全新的宇宙配方。但不管站哪一邊，有個大局已經很難忽视。危機感正在升高，而且是那種越看越不對的升高。很多年来，我們第一次真正不知道，塵埃落定之後，宇宙學會長成什麼樣。這聽起來可怕，但在科學裡，危機往往不意味着失敗，它更像是在說，機器正常運轉，傳感器也沒壞，系統正在忠實地告訴你這裡有 bug。科學的進步從來不是一條直線衝刺，而更像一圈一圈的螺旋上升。瓶頸期過後，往往就會迎來突發危機。危機一來，實驗結果開始和老理論對不上號，混亂隨之加劇。各種奇怪但可能正確的想法開始冒頭，像雨後蘑菇一樣。最後，一場革命爆發，更深層的真相浮出水面，新的框架建立起来，然後新的循環再次開始。宇宙像是在對我們喊話：我們的故事還沒講完，你們別急着合上書。無論我們最終發現的是宇宙裡的海王星加一塊拼圖就解決，還是宇宙裡的水星必須重寫規則，有一點幾乎可以肯定，接下來宇宙只會變得更精彩、更離譜，也更值得我們盯緊每一條新數據。科學之所以能進步，就是因為人類會制定計劃，同時也願意在新證据面前及時轉向，不斷修正，把錯誤當作通往真相的路標。當我們把鏡頭從這些裂縫上慢慢拉遠，你會發現最震撼的也許不是宇宙出了問題，而是我們終於又站到了重新理解一切的門口。接下來幾年，新一代巡天、引力波還有更強的望遠鏡會把更多答案推到台面上，也會帶来更多讓人睡不着的疑問。也許我们會找到宇宙裡的海王星，把缺失的一塊拼圖補上；也許我們會遇到宇宙裡的水星，逼着我們重寫底層規則。但不管結局是哪一種，人類能做的最酷的事，就是承認自己還不知道，然後繼續追問。所以，如果你願意，下次你抬頭看夜空的時候，別只把它當成一塊安靜的黑幕，那裡面可能正發生着一場緩慢但巨大的改寫，關於時間、空間以及我們到底身處何處的改寫。